我想我已经找到南轨集落了，它就在我的正前方。你看周围的这些建筑啊，你看保存得还蛮不错的，而且每一栋建筑啊都是非常的独特，它的外观啊就像是那种小别墅一样。今天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你看这个南轨集落，它虽然只有400多米的海拔，但是我们可是拿着代步工具啊，一直往上爬，走了10公里左右的路程啊。现在总算是来到了它的身旁，这里就是南轨集落了。而在我身旁这里，一进门啊，就有一个很小的神社。神社旁边这里还放了一个米酒吗？看一下里面，哇哦，里面有很多的石碑，上面感觉像是那种摩亚造像，而且每个石碑上面全部都包裹上了这种红布。下面这里还有一些这种石灯笼一样的东西，看上去比较的古老了。走。这里就进村了。你看，这是一栋非常古朴的建筑，还挺大的。它这个屋顶啊，特别的大，感觉像一个仓库一样。仓库啊，看窗户，木质的建造。老式的房屋，你看，这屋门啊是开着的。你看这是石牌上面啊，还隐约能看到八岛圣五郎，这应该是这一户主人的名字吧。上面的电表好像还没有停掉。有点像是一个伙房。特别的古老，里面都是一些农作的工具。你这房屋啊，中间是这个榻榻米，不过现在这里都已经坍塌了，小心点。地上有很多的信，这里写上了寿，旁边是滋贺县岩根市南轨町。这个厨房，哇哦！你看这上面全是木质的构件。灶台，老式的柜子，周围有很多的信。以前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那个年代啊，全部都是靠
这种手写信吧。所以你看这个家里面啊，有很多的手写信。老式的这种柜子，是不是挺有造型感的？这里面还放了一些衣服啊什么的。看榻榻米，这边关上的，走。老式的吊灯，这种吊灯是不是像上一次我们去探寻的老妇人他们家里面的那个灯光？是有一点像。再放了一些吊坠、首饰之类的。抓一下，看有没有对。没有。这里面还蛮深的，房屋都是相通的。你看，这泥巴建造的房子都已经干裂了。放些杯子，木阶梯，什么东西？哦，那个蛐蛐嘛。蛐蛐嘛，没有。看上面，我感觉上面好像是有重新维修过。然后这是底部，再放了一些书，什么矿山资料、电气计算问题。这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相扑吗？两个相扑好像是正在决斗啊。都是一些农活的东西。这边有很多的稻草，全部都堆在这个房屋里面的。你稍微等我一会儿，我去2楼看一下。上2楼的阶梯，看这阶梯啊，都特别的陡峭，有好多的箱子，是那种长方形的。小心点别哇，你也上来了。桥的。好，上面都已经破了，都是这种老式的柜子。这么大的衣橱，这里还有一些书籍。女巫拾藏者，好像是做女性的衣服吧，还是什么？你拿这一下，我看一下，有点像是那种专门是做衣服的，我也看不懂啊。确实看不懂，全是日文的。又感觉像是房屋的建造。这边，但不难发现的是，你这房屋啊，
在过去全部都是用这种泥巴建造的，泥土与木质。上面还能看到一些文字。一些比较老式的服装了。好，走下去吧。这外面啊，就是森林，特别的茂密。有很多物品感觉都还没有使用过。好，走。你看，用无人机啊从上往下眺望，我感觉这整个集落还蛮大的，而且这些建筑啊都是独立的，像大户人家一样。没错，在这种大山绿景的衬托下，是不是就像是一幅漂亮的油画一样？而这种景象怎么说呢？好像一般只会出现在电影和游戏当中吧。我觉得大概有这样的一种氛围。这边是另外一户人家吧。你这房屋的上面啊，全部长满了青苔，感觉随时都会把这个房屋给压塌掉。周围这里堆了很多的稻草，它这个门槛啊还蛮高的，要跨很大一步。这里有一个木雕的面具，哇，电视机里面都被掏空了。这房子感觉像是被打劫过了一样，乱七八糟的。有很多的杯子。这里还有很小的一个图腾，也是木质的。对，特钻，这看上去像是全新的一样。我来看一下，哦，是棉被，一床全新的棉被。你这柜子啊，里面全部都已经发霉了。说明这里还是蛮潮湿的。你的横梁全部都被压垮了，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你这边有很大的一个坑，是不是？地道吗？应该不是地道吧？堆放什么东西的？厨房的一些用具，
上面挂了一些伞，都是一些农作的工具吧。这边是卫生间吗？哦，没错，哇，好多虫。推不开了，全是木造的。这边全部都坍塌完了，好恐怖。是有点恐怖啊！你看上面，这屋梁啊，已经都腐烂不堪了。这应该是啊，常年没有人维护，冬天那个积雪很大，所以就把这个房屋啊给压塌了。但你看这房子啊，它里面的颜色呢，全部都是这种深色的，所以走进来以后就感觉到特别的阴暗。一个灶台都不好下脚了。这边刚才看到的那个卫生间呢，才分成了左右两边吧。以前的茅坑，哎，这样的。你看这地上啊，还有这种铁梯，旁边是木板，那说明啊，在过去这有可能是做成的一个桥，底下呢还有小溪，这样流过吧。你看这边的建筑啊，好像都坍塌了。这房屋里面堆了很多的木板，这边应该就是中心地带吧。你看周围啊，有很多的建筑，全部都汇集在这个区域的。屋门口放了一个洗衣机。这都看不太清楚了。这房屋里面啊，哇，什么东西吓我一跳！这么大的一个马蜂窝。你的房屋可以直接看到最顶部，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也是一个大通间。看上去和刚才的也都差不多。不过刚才那个马蜂啊，真是吓了我一跳。你被吓到没有？把我吓一跳。哎，你们看这个。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这房屋的侧面，这里有一个小孩的自行车。大通间和刚才的差不多，走去那边看一下。这边是一个卫生间，坐便器。
木桶，这里面是吗？蹲便器吗？你看那个房屋的最顶上，好大的一个水渍。哎，对，你看，在这个房屋的上面啊，有很大的一个水渍啊。刚才其他房屋有看到吗？都没有。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但是给我的感觉啊，在这一片森林之间呢，这些建筑又都是木造的，那它最怕的当然也就是森林当中的大火了。就如果一旦起火的话，想要救援啊，你想从那个山底然后上来的话，那可能这些房屋啊早就烧光光了。所以他们应该是最怕的，就是这种森林之火吧。所以在房屋上面写上水字呢，就有点像中国国内的那些建筑啊，它顶上像古代很多建筑的顶上就会有那种螭吻，镇宅的感觉吗？有可能是防火吧。一个长凳，嘿，你看这一户人家，他的这个门口啊，看上去还是比较的新，是这种玻璃门。哇，里面收拾的还挺整洁的，不像刚才那样被打劫过。冰箱，哇，里面已经特别的霉烂了。这边是厨房，收拾好以后才离开的。很多的碗，这里还有一些老照片吧，当年的房主，看着有点像是那种60、70年代的老照片。哇，这里好像还供奉了什么神？地上有很多的蝙蝠屎还是老鼠屎？好臭。特别的霉烂了，到处是蜘蛛网，还有很多的飞虫。这应该是卫生间了。稍等一下，这柜子又是一个隐藏的门吗？果然，像是一个暗道一样。地上是一个坛子。这边是不是有一个2楼？这有个楼梯，可以上去。木阶梯看上去还是挺新的。这2楼，这窗户可以从这里直接看到外面。这个房间里面是一个通间，地上是草席，这边放了很多的这种枕头、坐垫，对，里面就是通间。蚊香，这地上是木板，还比较结实。木梁我感觉像是重新修建过。来，这个上面还有字。昭和32年7月吉日，
天长地久上栋。这应该是那个木窗的木板吧？看这外面，确实可以看到外面啊。是还蛮独特的。好，走。风景还不错哈。房屋没有想象中这么大。你看这边都是玻璃的。电源没有电。你看这个房屋啊，保存就没有这么好了。显然现在它的中间啊，都已经被压塌了，有一些这个木头啊支撑起来的吧。你这里面看上去啊，真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哇！里面是一个大空间，房屋里面比较的危险。这上面全部都已经腐烂了。去那边看一下。你看对面的那个像神社一样的小房子吧，也都坍塌了。你看这栋建筑啊，它的进门口这个地方好像是放了一个宝箱，看到了吗？有很多的这种木窗啊，现在全部都堆在了一旁，而中间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这种非常古老的箱子，看上去有一些年代感哦。来，我们来试一下，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宝贝。哇，它还不止一个箱子啊！你看它的房子里面啊，有很多的箱子。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碗，而且这些碗应该都是全新的，可能以前什么情况？全是马蜂，这个箱子里面，你看，这进去了。马蜂吗？嗯。哇，那我还不敢打开啊！确实啊，你看。全是马蜂。哇，还好被你看到了，这要是打开的话，那完蛋了。好，那我们得远离这个宝箱了。现在已经变成马蜂的家了。确实啊，有很多的马蜂。这板子上面还有一些
漂亮的画，不过看不太清楚了。哇，好多的马蜂！走。房屋感觉是被熏黑的，也特别的黑，有可能是以前啊烧柴火吧，因为厨房它也在这个地方。里面已经比较破烂了，放了很多的木板啊，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想重新的修缮它呢？这是内部。这地上支起的这些木桩，已经不太结实了。这边2楼，但这个2楼好像已经看不到里面的结构了，有点像是一个阁楼吧。这是外面，哇！刚才我一踩在这个上面啊，这房屋都崩震了一下。好，我们先出去，因为这些建筑啊，它的时间都很长了，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可能一个结构不对的话，整个房屋全塌了。你看上面也写上了水字的，看到了吗？哎，对，看来不止那一户人家写上了水，他也是写上了水的。这边是茅厕，放了很多炭火。你看这一户人家有点意思啊，它直接就是2个梯子做成的桥，这梯子我都不知道结不结实啊。下面的水呢也并不是特别深，过去看一下吧。哇，阶梯走起来有一点让人不太放心啊。小心点！这样踩了2个。哟，放的真厉害！哼。很多的钉子，你看这个洗菜台全部都长满了植物。厨房，有灶台。而且你看它的这个梯子啊，这里有一阶，上面还有一阶，一直到上面的那个阁楼，还蛮有意思的。一共是3层，上面是堆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柴火。
你的地上好大的一个锤子，哇！中间已经坍塌了，上面是一个时钟，定格在了6点45分。这里是另外的一个挺大的箱子。走。炭火都放到冰箱里面去了。这有点窄。那边可以过去吗？不知道哎，还是原路返回吧。好，走。你还走那边吧？那个铁的吗？已经断掉了。这个断了。慢一点。空气也真好，好。乖了，有惊无险。再看看这个建筑，而且它的上面啊也写上了水字，看来果然应该是要注意防火。周围还有不少的建筑，大大小小的，都在这个森林当中。连这边已经都拉上了警戒。这里还有一些石刻，这看上去蛮奇怪的，既有英文，还有一些日文吧。少年山什么家，而底下呢，全部都是一些什么53年8月13号，又像日期，而上面呢又是什么 TTAOYS，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乱七八糟的，上面刻的，就像一些神秘的符号一样。好，这个村落可能到这里啊，就到头了。这里还有另外一栋，不过这有点像是一个伙房吧。你看，在这个村庄的最角落，竟然有一个用砖头垒起来的，像是一个小山包一样的东西，而旁边呢是用铁片啊搭建的一个屋顶。这里面给我的感觉啊，看上去像是被熏黑了，不知道以前这个地方是用来做什么的，但看上去又有点像是一个焚化炉。你旁边的这一些建筑啊，全部都已经坍塌了，只能看到铁皮的屋顶。整个村庄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而那边呢是另外一条下山的路。今天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你看上午连走带滑的，总算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到了这个古村落吧。但是这个地方呢，也不如它的名字呢这么惊悚，反而是看到这些古朴与宁静的村落以后呢，反而给人感觉像是穿越到了古代一样，这就像是一幅天然的油画一样。而我个人觉得啊，更多的是我们来了一次极限挑战，对，而且这个极限挑战呢，还是成功了。不过现在啊，我们还得从山顶呢再次的返回这个山脚，但是下去的话就不如早上这么辛苦了，更多都是以滑行为主吧。好吧，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那我是阿生，我是小思。那现在呢，我们在日本的南轨极落，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